北约设3防线护屋，俄放狠话想都别想。泽连斯基放行100万青年出国，是真自信还是大崩溃？俄100万伤亡逼得莫斯科重金卖命。乌猛炸俄本土，莫斯科燃料告急，S-300防空师瘫痪，2架苏24被毁。俄空军慌乱中误炸己方村庄，俄军溃败真相曝光，前线600兵力竟遭反杀。欧洲援助排到2026年，普京只剩一个选择。7万女兵血战俄军，00后女炮兵炸翻俄装甲纵队。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为了停战，为了和平，北约和欧盟在考虑双方诉求后，乌克兰安全保障有了关键性的突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约和欧盟将为乌克兰起草一份安全计划，设3道防线来保护乌克兰的战后安全和利益。其一是欧洲将在俄乌前线设立非军事区，并派遣维和部队进行巡逻，但这些部队需要得到基辅和莫斯科的认可，光这一点其实就很难妥协。其二，由北约武装和训练的精锐乌军部队守护防区边界，这意味着基辅在战后也不会大幅削减军队规模。其三，在乌军后方由欧洲主导并得到美国支持的威慑力量提供第3层安全保证。至于美国的支持，就是之前提到的先于空中和情报方面的支持，并且也会参与指挥北约的部队，但美军不会直接介入。截至目前，对于这3道方向的提案，北约和欧盟还未正式宣布相关的计划，但类似的信号之前就有所透露。整体来看，该方案还是流露出来某些妥协的味道，即是在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的直接开战，也让基辅有了相对安全的保障。因为该方案等同于将乌克兰和欧洲更加紧密地绑在了一起，一旦该方案落地，乌克兰也就实质上拥有了北约的保护，在战略上有了重大突破。之后他们就可以将重点转向恢复重建和发展经济，大踏步地融入欧盟，真正变成一个欧洲国家。那俄罗斯会接受吗？大概率不会，因为该方案的结果对俄罗斯来说算不上胜利。尽管俄军占领了一些乌东的土地，但其最初遏制北约扩张的战略目的并未达到，还让芬兰和瑞典也先后加入了北约。其次，3年的战争打下来，俄军控制的乌东领土也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且得不到欧洲的重建援助，最后也并未阻止乌克兰土地上出现北约部队。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一直拒绝北约在乌克兰战后驻军的。在27号的最新表态中，俄国际文传电讯社就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俄罗斯坚持其长期以来的立场，即北约军队不应部署到乌克兰，俄罗斯不会同意这么做。佩斯科夫将这种行为称作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是碍于特朗普最近表示，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不是问题，佩斯科夫话锋一转表示，安全保障是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最重要方面之一，但公开讨论核问题不利于取得成果。于是他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应该就乌克兰安全保障问题进行闭门会谈，强调俄罗斯要参与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此前，俄外长拉夫罗夫也曾表示，作为联合国5常之一，俄罗斯也必须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但俄罗斯要求参与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还要与美国闭门协商。火力军怎么看都是个笑话。这也反映出俄乌双方在停火条件上的分歧仍然巨大，俄乌战争短期内还是难以结束。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乌克兰居然允许18到22岁男子自由出国了，这是要干什么？允许乌克兰年轻人自由出国的苗头，在这个月初就已有体现。8月12日，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指示政府探讨简化18到22岁乌克兰人过境手续的可能性。22日时，他允许18到22岁乌克兰人过境的法案被提交给乌克兰最高拉达。最后于26日，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登科在社交媒体宣布，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18到22岁的男性可以不受限制的过境，这适用于所有适龄公民，也适用于目前身处国外的人士。泽连斯基也宣布，所有细节已与军事指挥部商定，相关机制预计将于近期启动。有人说泽连斯基糊涂了，因为相关机制一旦正式启动，18到22岁的适龄男子便可随时离开乌克兰。而根据乌克兰2025年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年龄在18到22岁之间的人口数量为118万6467人，这意味着乌克兰至少放弃了65万潜在的男性兵员。乌军士兵够用了，泽连斯基为什么这么做？火力军并不认为泽连斯基糊涂了，相反，泽连斯基是在努力证明实现公正的和平是所有乌克兰人的希望和选择，
而不是乌克兰政府的强加。一旦相关机制启动，如果出现大规模年轻人逃离，这将表明乌克兰年轻人不愿意继续战斗，那就停火，冻结战争。如果没有出现大规模年轻人逃离，就表明乌克兰人更愿意战斗下去，一如当年的苏芬战争。当时的芬兰没有限制人们逃离，反而是大量芬兰人留下来继续战斗。此时此刻，泽连斯基也在用同样的方法，试图证明是否继续战斗取决于乌克兰人的选择。且这样的政策出台，也会鼓励更多18到22岁在国外的乌克兰人和志愿者参与战斗。如今的乌克兰缺乏的不是更多士兵，而是资金和武器。因此有分析认为，这项潜在的政策预计不会给乌克兰造成困境，反而更能彰显乌克兰政府的胆大心细。可以说，此政策是乌克兰的自信，也是俄罗斯的无能。乌克兰无需大规模全面动员，也能继续重创和消耗俄罗斯。与之相对的，俄罗斯却坚持不了多久。有多家媒体报道，乌克兰在3年半的战斗中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导致俄军损失超过107万。目前，由于兵源紧张，莫斯科州已推出了重磅征兵政策。该州州长安德烈·莫罗比约夫宣布，只要年龄在18到60周岁之间的莫斯科市民愿意当兵，就当场奖励550万卢布，且每年还有250万卢布的工资补贴。莫罗比约夫还深情地呼吁莫斯科市民们，这是你们的机会，也是你们的荣耀。在勇士基地的你们将接受红贝雷帽之父谢尔盖利·苏克的亲自指导，快来加入吧！加入你们当炮灰吗？可再多的炮灰也改变不了俄军前线溃败的事实。8月27日，乌克兰发射超过200架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莫斯科、图拉、梁赞等13个地区，其中梁赞州的梁赞莫斯科主输油管道被炸毁，导致莫斯科燃料供应中断。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消息报道称，该爆炸发生在8月26日深夜，直至8月27日白天，该管道仍在燃烧并冒出浓烟。当地居民称，目前俄罗斯抢修人员正在梁赞州扎利茨尼奇内区博扎科特沃村一带努力消除爆炸和火灾造成的后果，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这段时间，乌克兰确实对俄罗斯的各大能源系统都发起了猛烈打击，俄军的数个炼油厂被迫暂停生产，多地都出现了石油紧缺的状况，这本来也影响了莫斯科的区域。再说回梁赞地区，最新的卫星图像揭示了8月15日该地区炸药厂的爆炸情况。据悉，此次爆炸摧毁了超过300吨的火炮推进剂，外加600枚152毫米的炮弹。该厂也是俄军 PM21 火箭炮所需零件的核心供应商之一。与此同时，乌军对乌罗涅日地区巴尔的摩空军基地的袭击也有了新的报道。开源情报组织分析了8月27日发布的新卫星图像称，乌军袭击可能导致俄罗斯一个 S-300 防空师瘫痪，并可能摧毁了2架索尔斯轰炸机。报道称，这次袭击发生在8月16日至17日夜间，目标是俄罗斯第47近卫轰炸机航空团和负责保护该团的第108防空导弹团的基地。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的俄军 76N6 雷达站和 30N6 瞄准雷达的位置有明显的损坏迹象。与此同时，2架在机场停放了至少1个月的苏24也在乌军空袭后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与烧伤的痕迹。介于苏24M 在俄空天军中基本上已经过时，在过去10年中已被更新的苏34取代。如今苏24主要由俄罗斯海军航空兵运营，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被摧毁的飞机要么是过时的机体，要么是重新部署到空军基地专用于侦察的苏24MR。此外，几乎同一时刻，俄罗斯边境的库尔斯克也爆发了多起战斗。乌克兰空军出动战机直扑库尔巴基一带的俄军指挥阵地，此役乌军战机照例投掷 GBU-39制导炸弹进行打击。现场画面显示，俄军指挥部旋即传来剧烈的爆炸，至少2栋建筑大楼被摧毁。在视频中，似乎还有一支俄军的摩托化纵队骑着滑板车在奔跑，但很快也被击中。详细战果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整体来看，乌军加强了对俄罗斯内部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据一些前线的军事记者报道，俄空军在阻击乌军时，慌乱中轰炸了几方村庄。从前方流出的视频看，也有多栋房屋在空袭中被毁，有的更是被直接炸平，地面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弹坑，时不时还有浓烟飘扬在空中。目前俄方还未做出回应声明，但自俄乌战争以来，他们已多次误炸本方的控制区。而且除库尔斯克外，别尔哥罗德也是遭受炮弹攻击最多的俄边境要塞。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找到空隙再次冲了进来。目前两军正在库皮扬斯克工业区展开激战。据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凤凰城无人系统部队的报道，
其在最近战斗中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3个前沿指挥所、1个电子战系统，并消灭了10名敌军。莱曼方向，乌克兰一个作战旅发言人报告称，俄军正在集结兵力，从多个方向以小股形式攻击乌军阵地。该发言人甚至表示，在莱曼方向的某些地区，俄军人数已是乌军的6倍。另一名乌军士官则表示，俄军集结兵力后，和前线大部队地区一样，正试图绕过乌克兰前沿阵地，以便进入乌克兰近后方，针对乌军补给线展开破坏。顿涅茨克州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正在谢雷布良卡附近进行了反击，俄军则把进攻重点放在了德罗尼夫卡。一旦拿下该据点，俄军就能从北郊进入西维尔斯克，从而破坏乌克兰在该地区的防御。目前，俄军正在进行持续的无人机袭击，重点打击了定居点郊区的高层建筑。红军村方向，在图片报特别报道，乌军已重新夺回了红军村全部地区，宣告俄军夏季攻势失败后，乌军第323独立突击团今天又抓获11名俘虏，可见克里姆林宫的大部分目标都已落空。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作战的俄军现在要么阵亡，要么已经被俘。至于俄军失败的原因，除了乌军强大的战力外，多名俄军事博主将失败归咎于俄罗斯第5近卫摩步旅谎报军情。该旅曾报告称控制了某些实际未控制地段，也就是所谓灰色地区。指挥层信以为真，结果防御漏洞被乌军抓住，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南顿涅茨克方向，俄志愿兵团布拉茨波营和乌军第5独立重型机械化旅继续在托尔斯泰村、安德烈夫卡、克列夫佐夫村附近反攻，并在轰炸机、无人机及坦克等装备的支援下打了一场胜仗，俘虏了16名俄军士兵。南部战场依旧在乌军空中打击期进行，其频繁突袭了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俄军控制区。话音未落，乌军无人机就空袭了赫尔松的贝克特里村，打掉了俄军使用的一个加油站。与此同时，乌克兰海军8月27日还在 X 平台发布视频称，其第30海军陆战队第426无人系统独立营在距离前线约55公里处摧毁了俄军一辆 BM-21。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发文批判了克里姆林宫所谓俄军必将占领顿涅茨克的说法。报道指出，俄军从2014年至今都没有完成这个目标，且按照当前俄军的推进速度，其至少还需要数年高强度的作战。战争研究所则列举了全面开战以来俄军的光辉战绩，如2023年10月开始的库皮扬斯克战役，至今都22个月了，仍徘徊在外围，未完成合围。又或是2024年5月和2025年5月开辟的哈尔科夫和苏梅战场，都是短短3个月兵败，偃旗息鼓。2024年6月开始的图列茨克战役，截至目前14个月仅推进了 10.3 公里，起始点距2022年的战线不足5公里。至于恰索菲尔战役算是打赢了，但战斗直到至今都没有结束，其耗时25个月推进了11公里，平均每天前进14米。最后的红军村自2024年2月至今18个月，所有迂回和包围企图均告失败，前后投入26万军队，至今还在外围搞渗透作战。由此可见，俄罗斯无法夺取顿涅茨克，如今年在苏梅遭遇惨败，甚至在红军村也有被乌军包围的风险。在战场上，俄军已经毫无优势可言，而乌军无人机、长海王星导弹、火烈鸟巡航导弹等一大批武器正猛烈砸向俄军阵地和境内各大目标。更重要的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都安排到2026年甚至更久。欧洲的战略是在这场持续的长期消耗战中彻底拖垮俄罗斯。俄罗斯的选择不多了，除了投降，目前正眼巴巴等着特朗普帮助其实现最低目标。但特朗普在最新讲话中表示，如果解决冲突没有进展，他将准备对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他只考虑经济措施，并指出我们不想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当然，特朗普的承诺，大家还是等其真的行动了再看吧。与之相对，特朗普似乎更愿意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在其最新讲话中，他表示泽连斯基并非完全无辜，一个巴掌拍不响，暗示美国可能不仅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关税，也可能会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和关税。不出意外，其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施压将会在2周之后无限重复下去。而对乌克兰的施压则会更进一步，但乌克兰不会轻易妥协。除了前面说的不允许18到22岁男子自由出国能证明外，乌军部队内越来越多的女兵也在证明这一点。据《纽约时报》报道，乌俄战争以来，乌克兰部队中的女兵一直备受瞩目。至今，乌克兰女兵的数量增加了 20%， 大约有7万女兵服役。在采访中，这些女兵坦言，战场的生活很苦，但她们选择来到战场，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让他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炮火的国家中。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的女性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她们都是自愿上的战场。当然，前线的女兵其实很少，
他们大部分担任的还是后勤与救护的工作，而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女性则是士兵中的佼佼者。他们有的是无人机操作员，有的是狙击手，甚至还有飞行员。他们在战场上创下了太多佳绩，如22岁的00后火花是一名炮兵指挥官，隶属于乌克兰第65机械化旅。在4月份的一次战斗中，他指挥的炮兵就打掉了俄军的一支装甲纵队。又或是一位名叫斯维特拉娜的女性，是一名护士，曾在扎波罗热临危受命，通过无线电临时接管了战场指挥权，最终用1枚榴弹炮击退了俄军。其他还有名叫娜塔莉亚的女战士，在第一次战斗中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了俄军的巡航导弹。前段时间，基辅方面还组建了第一支女子无人机战队，目前他们都隶属于乌克兰的第427无人系统团。总而言之，乌克兰的女性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诚然，战争是残酷的，俄乌战场上也有牺牲的乌军女兵，这其中还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曾获得过奥运奖牌，他们本该拥有更美好的青春与生活，但就像前文采访中说的那样，他们必须保卫自己的孩子和家人。战场之外，一直亲俄罗斯的欧盟国家匈牙利近日再次对基辅发出威胁。据 Next.A 新闻报道，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公开威胁称，目前乌克兰40%的电力都依赖匈牙利的进口，他暗示一旦切断电力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西亚尔多称，匈牙利本可以停止向基辅供电，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可怜乌克兰的民众，不想让他们挨冻受饿，好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但他们却没想过是俄军的炮弹造成了这一切，反而经常阻止欧盟的军援。尽管匈牙利的声明中充满了警告意味，但火力军觉得他们不会真的切断电源。首先，欧盟是绝不会答应的，而匈牙利的经济是高度依赖欧洲的财政救济的。因为其亲莫斯科的立场，欧洲之前就暂停了不少转移资金。如果匈牙利再停止供应乌克兰的民用电力，那他们将会遭到欧盟的强力施压。实际上，如今在很多涉及乌克兰的议案上，欧盟已开始探索绕开匈牙利直接强推，这意味着后者正面临着被剥夺投票权的风险。其次，乌克兰可能并不在意匈牙利的威胁，因为他们能够影响对方的石油等能源供应。稍早之后，乌军就重击了俄罗斯的友谊输油管道，此举导致匈牙利的石油供应被中断。去年基辅还切断了俄方天然气对欧洲的供应管，这让他们在俄乌战争中备受影响。因此，西亚尔多的话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希望乌军不要打击俄能源设施，保证己方能获得充足能源的请求。真正的能源牌仍握在乌克兰手中。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信息，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英国军售 C-17运输机的维修支持服务，可支持世界各地美军及盟军进行战略空运。报道称，英国采购项目包括发动机零附件、主要和次要改装零件、电脑程序识别码、相关配件以及维修和退货支持等的工程，预计总成本为8.61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此次军售将通过强化北约重要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此次军售将确保英国皇家空军的战备状态，从而提升英国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当然，也可以直接支持美国及其盟军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乌的安全保障能顺利出台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